首席之战，我与师妹胜负将分之时，手中本命剑却突然调转剑锋，将我重伤。剑魂说：“你的剑法太凌厉，一定会伤到他。我不想你背负伤害同门的骂名，事急从权，抱歉。”都说剑有魂，会忠诚认主，可我将木元剑从深渊中救起，又待他名扬天下，形影不离数十年，他依旧桀骜不驯。所有人都劝我，和神剑的缘分无法强求，不是我的东西，强占也不属于我。既然如此，还不如就把木元剑让给师妹。我觉得也对，毕竟这些年用木元剑，我连70%功力都发挥不出来，是时候该选新配件了。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手中木元剑把我捅了个对穿时，我是猛的。剑魂浮现，看着我的伤口，皱眉不忍。抱歉，比我预想的要深了几寸。可这也是权宜之计，我再不调转剑锋，你一定会伤了海棠。我看着对面毫发无损的季海棠，又低头看看我身上的血窟窿，在力竭倒下之前，拼尽全力挤出一句：“傻 X， 你不想伤他，自断不就行了？捅我干什么？”圣剑宗首席剑客比试，10年一次。我是圣剑宗100年以来当之无愧的剑道天赋第一，门派上下人人都道，今年首席非我莫属。可如今，我的天赋第一被另一个第一头衔给取代了，天下第一个被自己的佩剑所伤的剑客。醒来时，门外几个师弟正窃窃私语，我的听感超然，那些刻意压低声音的话一字不落地传进我的耳中。大师姐这回脸可丢大了，一个剑客居然会被自己的剑所伤，而且还是为了不伤害对手。我要是他，干脆一醒来就刎颈自尽，省得活在这世上丢人。还什么第一剑客，他不就仗着自己有木元剑吗？无论是谁有木元剑，都能当天下第一。那这届首席就是海棠师姐了吧？那当然，掌门可开心坏了，正四处广发请帖，邀个派掌门来圣剑宗一聚，庆贺自己的女儿摘得首席桂冠呢。真羡慕啊！闻言，我叹了口气，这圣剑宗真是一年不如一年，这种素质的居然都招进来了，七嘴八舌，吵得我心烦意乱。抬手便是一阵狂烈掌风，向门外拍去。门纹丝未动，外面的几个师弟倒是直接被震飞出好几米，撞在小院那棵大树上，又重重落地。处理完多嘴多舌的，我正要再闭眼小憩一会儿，便有人端着汤药推门而入。不用看就知道是木元的剑魂。你刚醒，不该动气。那些都是外门弟子，修行不多，你这一掌，他们便要疗养大半个月。我睁眼，眼神空洞地望着房梁。你这一剑，我也要疗养大半个月啊。木元不说话了，他轻轻走到我的床边坐下。来，把药喝了，这是药风长老所赠，对你伤势有好处。药风长老？那不是季海棠他大伯吗？打小就看我不顺眼，给别的弟子发能够增长内力的丹药，偏偏给我发泻药。这时候能有这么好心给我送汤药来，我可没蠢到去喝他给的东西。我闭眼翻了个身，用内力震开了那碗药，此碗应声落地，伴随清脆声响，成了满地碎片狼藉。木元站起身，声音带了些怒意：“秋白，你为何总是这样盛气凌人，连受伤了都不肯低下头去接受别人的好意？”闻言，我没忍住发出一声冷笑：“哦，那是谁让我受伤的？”他捏紧了手，深吸一口气：“我是为了你考虑，你的剑法太凌厉，那一剑下去，你就会背上残害同门的骂名，我不忍见。”我气笑了，索性坐起来。首席之战，人人都签了生死契，受伤丧命皆为天意，但通常点到为止，不至于丢了性命。况且季海棠不是我队上的第一个人，之前那么多的弟子都是我的手下败将，怎么没见你在最后关头调转剑锋伤我呢？你究竟是关心我，还是一见到季海棠就忘了自己是谁的剑？作为神剑，你背弃主人；作为剑魂，你虚伪下作。我若是你，不如自断的好。他蹙眉，盯着我看的眼神，仿佛在看一个疯子。不可理喻。秋白，
你非要如此言语伤人吗？穆原一语点醒了我。是啊，我怎么光用言语伤人了？难道不应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吗？于是我掏出跟穆原的剑气，两指之间火光乍现，火焰瞬间吞没剑气，穆原的表情立刻变得痛苦挣扎，他半跪在地上，疼痛难耐地发出喊叫声。我冷眼看着他，确实，言语伤人值几个钱。穆原，现在你还有力气慷他人之慨吗？师姐，住手！我本来是想停下的，可偏偏在停下前1秒，听见了门口季海棠焦灼的声音，于是又重新燃起火焰。穆原被折磨的在地上打滚，季海棠急坏了，他立刻冲进来扶起穆原，愤慨地对我吼道：“师姐，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剑客会如此对待自己的剑。你若是有怨气，大可朝我来，何必要迁怒他？”穆原跟着我的时候，一直是一副死鱼脸。我还以为他虽然属相为木，但本性属冰。可自从我游历结束，带着他回到圣剑宗后，我才发现我想错了。他不是本性属冰，他是纯反我。在季海棠面前，他便是天下最乖的神剑，会为他飞身上悬崖采花，会教给季海棠我们的独创剑式，甚至会在季海棠要选剑练习时，因为吃醋而毁了所有的待选剑，让季海棠不得不来找我借剑。连我都有点磕他们俩了。穆原这么喜欢季海棠，怎么肯在他面前露出狼狈的样子？于是他强撑着，苦笑安慰：“没事的，只是烈火焚气，我还熬得住。”季海棠心疼坏了：“你胡说，你一定很痛很痛的。师姐，我求求你了，我可以把首席之位让给你，你快停手吧，好吗？”我点头：“好啊。”然后加大了火力。随着穆原吉痛苦的一声叫喊，季海棠便想直接跟我动手，大抵是赌我如今无剑在手，又身带重伤。可他却偏偏忘了，论内力天赋，我也是第一。我顾不上还在冒血的伤口，调动丹田，一掌抵住季海棠的杀招。不要命的打法让季海棠傻了眼，他一咬牙，发动全力，可依旧无法招架住我，眼看就要落了下风。一道浑厚的剑意直接劈在了我们之间，我被突如其来的打断反噬，立刻扭头咽下五脏六腑里汩汩冒起的血。输人不输阵，哪怕是死，我今天也装到底。季海棠转头看向来者，满脸的惊喜。爹！季敛川神情严肃地盯着我们，闹什么闹？海棠，你也太不像话了，怎么能欺负一个伤者？季海棠吐了吐舌头，挽着季敛川的手臂撒娇求饶：“爹，我和师姐只是比试，而且是师姐先用焚气之势折磨穆原剑，我才出手的。”季敛川捋了一把胡子，若有所思地看着地上的穆原剑，他看似公平地说道：“首席之战却是穆原有错在先，可秋儿，你也太跋扈任性了些，怎可这样对待自己的本命剑？”我冷眼看着一唱一和的父女俩，仿佛在看一场上演了无数遍的大戏。季敛川总是这样，看似公平的从中调和，谁都帮着说两句，但最后一定会暴露真实嘴脸，彻底偏向自己的女儿。我看腻了，于是直接道：“掌门，说重点吧。”季敛川被我拆穿，一时间都有些挂不住脸。他轻咳了一声：“我只是想了个好主意。神剑有灵，会自行择主。秋儿，你只占了一个得到神剑的机缘，却没有拥有神剑的缘分。我看穆原剑与海棠性情相符，你不如就把穆原剑让出来，毕竟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算强占也无益啊。”季敛川笑眯眯地捋着他那小胡子，看得我很烦，于是一个响指，把剑气上的火苗飞到了他的小胡子上。季敛川吓得差点跳起来，他吸了胡子上的火，正要朝着我发难，我却率先道：“好啊。”他愣了，我说：“好，我同意把穆原剑让出来。”季海棠立即喜上眉梢：“真的吗，师姐？你是病糊涂了？我丑话说在前头，如果你日后清醒，想把穆原剑要回去，我也是不会还的。”我笑出声：“不，我挺清醒的。”话只说一半，
还有另一半，我并没有告诉季海棠。这几年用木原剑，我连自己的70%本事都发挥不出来，确实也该换把剑了。我没墨迹，一滴血落在剑气之上，契约瞬间沿着血滴的位置开始自焚烧毁，直到剑气化作一缕烟灰飘散。木原眉心金纹一闪，从此成了一把无主之剑。他大概是没有料到我会这么轻易放手，于是试探着问：你是在气头上？你如今肯放我，日后想再与我结气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季海棠有些嗔怒地看了他一眼，难道你不想立刻跟我结气，还想着跟师姐走？木原立刻收回放在我身上的目光，万般讨好地说：自然没有，能跟你结气，我求之不得。我看着这一幕，十分恶心，只能为这一对贱人暗暗祈祷，日后可别太早后悔。毕竟木原剑其实算不上什么神剑，顶多也就算个生出了剑魂的中上等剑。它之所以能够名扬天下，是因为它曾经在我手上。没等伤势痊愈，我便收拾了东西下山。一是怕季海棠当首席半冠里要收我的份子钱，二是我心中一直有个疑虑，必须要再去捡到木原剑的深渊中看一看。当时我追杀一头祸害百姓的妖兽，却不慎中了他的毒针。妖兽虽除，可毒针入骨发作，虚弱之时，一脚踩进了被封印起来的潭底深渊。这深渊说来奇怪，我若是普通剑客，那封印我是进不来的。可当我用圣剑宗的心法运功调息时，我便能随意出入。驱除毒素的过程凶险万分，我在深渊之中休养了很久。好在一直有一缕剑意为我护法，甚至在我最为虚弱之时助我一臂之力。我恢复后，想找到这缕剑意的来源，抬眼便看见了坛中的木原剑。为了报恩，我将木原剑救了出来，待他行侠仗义，闯荡江湖，还打出了天下第一神剑的名声。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木原剑其实没有那么厉害，甚至很多次他都压根接不住我的内力。所以这种没什么恐怖破坏力的剑，为什么会有人耗费那么大的精力设置深渊封印，将它封在坛底呢？原本我只是心里头有个疑影，直到这次受伤，木原的剑意入体，我便有了7、8分确定，木原不是当初救我的那把剑。坛底还有其他剑存在，我按照当时的记忆赶到那小坛边，乍一看和普通河坛没什么区别，但只要动用圣剑宗的那门心法，便可看见覆盖了整个坛面的巨大封印。走进坛底，这里还一切如旧。最大的古怪也正是这一切如旧，被封印的剑不在了，那这个封印阵法也会坍塌消失。可它还在，那只能说明我的猜测是正确的。我念了个心诀，寻找着坛底最强烈的剑意波动。闭上眼睛的瞬间，我便能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在飞速朝着我靠近。不是一股剑意，而是2股。我猛地睁开眼，一男一女2个长相相似的剑魂赫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女剑魂眯着眼睛笑，有些好奇地歪着脑袋打量我，另一个男剑魂则没什么表情，只是直勾勾地盯着我看。好奇的那个十分兴奋，眼中竖铜像之雌兽：哥哥，你猜对了，他真的回来了。听到这个称呼，我有些奇怪，这年头连剑魂都有兄妹组合了吗？哥哥表情淡然，用最平常的语气说出最狂妄的话。不奇怪，因为天底下能配得上他的剑只有我们，而能配得上我们的剑客也只有他一个。只可惜当时瞎了眼，捡了把吸收我们2个灵气才淡出剑魂的破剑就走了。说着，他们同时走到我的一左一右，哥哥只是握住手腕，皱眉打量着我右手握木原剑留下的茧，妹妹却几乎将自己整个都挂在了我的身上。她低头靠在我的颈窝，突然嗅到了什么，浑身都僵了一瞬。你还被那破剑伤了？闻言，哥哥鼻尖微动，眉头皱得更深。本想留他当个砍瓜切菜的，如今看来还是折断的好。妹妹的树瞳渐渐变红，迅速拽住我的手道：那别耽误了，速速与我们结气，再去砍了那剑。刚认识就结气吗？我将眼神投向哥哥，希望他能管管。谁知道
我这一看，似乎是让他误会了什么，非但没有阻止，反而跟妹妹一起拽着我的左右手，要刺破指尖取血节气。说得对，立刻节气。Hello， 这里有人在乎一下我的意愿吗？停一下，你们到底谁啊？我忍无可忍，立刻把双手都攥成了拳。保护手指间，我责无旁贷。兄妹俩无手指可戳，十分默契的同时抬头看我。好无情的剑客，当初你中毒疗伤，我和哥哥一直为你护法，才让你顺利驱毒。那时你可是做梦都说要找我们报恩的。哥哥面无表情地点点头，接话道。结果醒了之后，扭头带走别的剑，现在还说不认识我们了。说罢，他思考了一会儿，又补充一句：渣女。我下意识便顺着他们的话解释。我痊愈后第一件事就是找我的救命恩剑，可当时我只看见了墓园，根本没看见你们俩。说到这，兄妹俩诡异的沉默了。我好奇地追问，所以当时你们俩在哪？妹妹深深看了我一眼，壮士赴死般交代，当时我们看你快苏醒了，就想着换个漂亮的剑鞘等你睁眼。毕竟古剑有言，人都是视觉动物来的。哥哥继续道，我们只是去渊底抛光了一下剑鞘，回来就不见你了。我看了看兄妹俩身上黑得像浓墨的衣服，这种剑鞘有什么好抛光的？抛成五颜六色的黑吗？我深吸一口气，又问，那木原剑跟你们是什么关系？你们好像很看不上他。妹妹一摊手，就是当初布阵的修士一不小心掉进来的一把普通铁剑，这些年吸收我们兄妹俩外溢的灵力，才诞生出了剑魂。我恍然大悟，怪不得这么菜。妹妹嘻嘻一笑，现在知道我们兄妹俩的好了吧？快，与我们结契，杀上圣剑宗，替你报仇。说着，他们就要去把我的手掰开，我心中却突然咯噔一声。等等，他们怎么知道我是圣剑宗的人？且慢，别回避我的第一个问题，你们到底是谁？为何会被封印在此地？又怎么知道我是圣剑宗的人？听到我的问题，妹妹有些狐疑地反问，你有这么强大的圣剑宗内门心法，却不知道这里是哪？我越发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见着我严肃摇头的样子，妹妹兀自后仰大笑起来。难怪。不过既然你都不知道我和哥哥的来历，那我暂时也不能回答你前两个问题。这最后一个我倒是可以告诉你，因为这深渊封印，非圣剑宗内门心法不得入。待你拿下圣剑宗首席之日，就是一切谜团开解之时。说到这，两个剑魂一起化作虚影，交替盘旋在我的四周。这是节气仪式的开始。哥哥的声音在虚影之中浮现。我知道你在担忧什么。我们并非为祸人间的凶剑，被封在此处另有隐情。你若是不放心，我们可以与你结缔冥契。冥契，那是一种很古老的剑气。缔结之后，神剑便不再有自主性，一举一动全凭主人意志，连同性命也与主人相连，伤害主人这种事情压根就不可能发生。而且，若是神剑有半点违背，主人便可通过契约轻而易举地将神剑变为废铜烂铁。这种契约太过严苛，出于剑道主义，如今大多数剑客都不用了。我没有想到他们会主动用冥器自负，但天上没有白掉的馅饼。两把堪称实力恐怖的神剑这么主动要跟我缔结契约，无所求才怪。于是我问，那你们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剑魂朝着我缓缓靠近，声音极具蛊惑性。我们要你拿下首席的位置，把圣剑宗搅个天翻地覆。天翻地覆，好巧。我也想，但不是为了木原剑和季海棠，而是为了那个人。圣剑宗自诩天下第一大宗，拜师门槛极高，随便拉一个弟子出来都是背景强大的世家子弟。而我出身微寒，只是个家里穷的父亲要把我拽去论斤卖掉的丫头。可师姐就是在那时遇见我，救下我。她是圣剑宗的大师姐，满腔热血，一颗为天下大道而生的心，也愿意低下头来看我这个小小浮萍。贺师姐说，只要我自己强大了，就没人能再左右我的人生。于是她将我带回圣剑宗，
苦苦哀求掌门能够收下我。掌门勉为其难，只当我是个挂名弟子，从不教我剑术。贺师姐每天修炼完都会悄悄来找我，用一根小木棍教我如何挥出有力的一剑。我就这样在圣剑宗长大，也慢慢显露出超乎常人的剑道天赋。掌门盯着我的剑法，两眼放光，立刻转变了态度。他将我收为内门弟子，传授心法口诀。也就是那一年，贺师姐在擂台上大展风采，成为了首席剑客。圣剑宗有一片禁地，传说只要入禁地修炼，内力便能一日千里，直追大能。而这禁地只有每任掌门和首席可以踏足。贺师姐入禁地的前夜，将我叫出去谈心。望着月亮，师姐满怀期待。小白，等我从禁地出来，我们就一起下山锄强扶弱吧。我想，我到时候一定会变得很厉害，可以保护所有人，让天下不再有苦难。师姐的善意太纯粹，纯粹到有些天真。她不知这世上只要一日还有人存在，苦难就一日也不会结束。但我没有反驳她，只是点点头说：“好呀，师姐去哪我就去哪。”但一切都从师姐出禁地那日变了，就像是一块被掠夺了所有光彩的宝珠，忽然变得暗淡无光。她变得沉默，无论别人说什么都不予理会。我害怕极了，问她禁地里到底有什么。师姐满脸倦意，眼神灰败。她什么也没说，只是久久地看着我。当晚，一声尖叫划破圣剑宗的长空，是师姐的尸体在一棵梧桐树下被人发现。师姐的死和禁地的秘密成为了我的噩梦，所以我想成为首席，自己去那禁地之中寻找答案。现在我不妨收了这2把剑，以待下一个10年。好，就搅个天翻地覆。我将指尖刺破，一滴鲜血落入剑阵之中。冥气已成，我闭上眼睛，识海之中逐渐浮现出2把剑的名号。一把属相为水，厚重沉着，剑意犹如滔天巨浪，名为风华；一把属相为火，灵动跳跃，敏捷而极具破坏力，名为伏红。10年间，江湖上出现了一个手持双剑的剑客，头戴斗笠，不露真容，也从不说自己何门何派。所到之处，百姓皆能安枕，无惧妖物侵扰。因这人常在夜里出现，便有人称其为月剑女侠。10年如一瞬，我带着伏红和风华走江湖这些年，已经跟他们在每一场实战中锻炼出惊人的默契度。如今剑随意动，招式浑然天成。离首席决战日还有5天，是时候该回去了。安寝吧，明日赶路上圣剑宗。我正要吹灭蜡烛，客栈楼下却突然传来不小的动静。小二，快给我们上好酒好菜来，上等的厢房也要全部空出来。店小二十分为难。几位客官，我们这儿今天都住满了，只怕是空不出来啊。你找死！知不知道我们几个是谁？那动静停了一会儿，随即店小二惊慌失措的声音响起，原来是圣剑宗的大侠们，实在对不住，我这就上去跟那几位住厢房的客官商量商量。听到这，我们3人相视一笑。圣剑宗来的还真是时候。不多时，店小二果然敲响了我们的房门，还没等他开口，我已经提剑下楼。那几个身穿圣剑宗弟子服饰的人已然抱着酒坛子喝了起来。大抵是这凡尘俗事让他们有了优越感，竟高声谈起宗门中的八卦。我怎么听说季海棠要选新佩剑？怎么连木元剑都满足不了他的胃口吗？木元剑算个什么东西？之前在秋白手里的时候还算不错，可不知为什么到了季海棠手里就跟换了把剑似的，招数练得歪歪扭扭，我看还不如我手上这把。你们别嫌吃萝卜淡操心了，人家是首席，早入了禁地修行，如今功力大涨，只怕是当初的秋白再回来也不是他的对手了。说到秋白，当年他被打败之后灰溜溜就下山了，这几年也不见音信，是不是死了？最好是死了。我还记得那年他受伤，我被调去给他看门，就跟旁边的人说了他2句，结果他抬手就把我给砸到树上去了，真乃悍妇，死了倒是为民除害。
我一挑眉，原来还是老熟人啊。我将符红藏起，只留风华在手。走到那桌前，低声问：是你们几个要占我的厢房？他们眼都没抬，直接将圣剑宗的令牌拍在桌上。爷几个下山斩妖除魔，劳苦功高，睡厢房天经地义。我哦了一声，点点头。可我听闻附近的妖魔早就被月见女侠除掉了，几位是来斩谁的？斩猪头肉吃吗？闻言，他们立即被我激怒，飞掌拍桌，想要拔剑动手。我看你是找死，一个死字只说了一半，我的剑鞘已经抵在了他的喉咙上，剑锋四起，早已在无知无觉间摁住了几人命脉。我抬起斗笠，露出下面掩藏的真面目，对着面前的老熟人轻轻一笑：小师弟，10年未见，你的嘴巴还是这么招打。其他几个没见过我，都是一头雾水，只有他吓得双腿抖如糠筛，瞪圆了眼睛望着我，满脸不可置信。师姐，我笑着拍拍他的脸，还认得就好。收回剑鞘，我抬抬手将几人衣服划得七零八落，因为我看不惯那身衣服，顺带砍断了圣剑宗的令牌，算是他们拿着鸡毛当令箭的惩罚。转身上楼时，我回过头补充一句：哦，对了，这里没有你们的客房，你们还是别睡觉，连夜赶路吧。最好可以在我之前回到圣剑宗，替我传个信，就说秋白要回来了。10年一度的首席之战，向来热闹非凡，可今年却好似有些不同，处处都是如临大敌般的紧绷感。大概是我的那几个先遣部队小师弟提前赶到报好了信。我一步步走上台阶，在那最高处，季海棠神情有些紧张，身边的穆元剑只是死死盯着我，他们紧紧注视着我的脚步，直到我站上擂台。季海棠终于忍不住：秋白，你为何回来？你为何还要站上擂台？我一摊手，宗门没有规定一个弟子只能参加一次，况且我走时并没有退出圣剑宗，于情于理我都能站在这。季师妹，你问这个问题是害怕了吗？季海棠深吸一口气，险些没绷住表情。我害怕啊。我会怕你什么？当然是怕再被我一剑挑落，这一次我的剑可不会再背叛我。圣剑宗有规定，每一任的首席若是没有在10年内飞升或是死亡，那么下一届仍要守擂。也就是说，只要我打败了所有的参赛者，季海棠就必须要跟我一战。我伸出一根手指，漫不经心道：我赌一炷香的时间。他表情古怪：什么一炷香？只要一炷香的时间，我就能打败所有人，让你上场。师妹，快好好磨磨穆元剑吧，你快没时间准备了。说罢，我立刻飞身跃至金钟前，弹指间用一片落叶击响那巨钟，随着几声沉重的钟鸣，比试正式开始。香只燃到了一半，所有的参赛者都来擂台上走过了一遭，风华剑都尚未出鞘，只是剑鞘上沾了些灰尘，这才是首席剑客该有的实力。我吹吹灰，朝着高台上的季海棠眨眼：师妹，不好意思，比想象的还快了一点，需要再给你留一些时间磨剑吗？季海棠咬着牙，彻底被我惹怒，欺人太甚。秋白，我已入禁地修行，早就不是从前的我，你别狗眼看人低。说着，他携化剑的木猿飞入擂台，起招便是上古剑式。我今日若不把你这一身傲气给打磨干净，我便不姓季。我眯眼仔细打量，剑势确实比之前的要更干脆，更有力量，甚至还隐隐透着一股久远且庄重威严的力量。风华也感受到了，不知为何，一向稳重的他忽然变得有些躁动不安。于是我低头拍了拍剑鞘，确实也该给你放放风了，出来吧。风华剑瞬间出鞘，刹那间天地风起云涌，像是一场要席卷整座山的暴风雨。剑魂浮现，与我配合默契，轻松拆解下季海棠的招数。木原剑魂按捺不住出现，他有些不甘地望着我，怒极反笑道：怪不得这么干脆与我解除剑气，原来你早有其他选择。我翻了个白眼，神经，
下一秒，直接用风华剑正面迎上了穆元，两把剑狠狠相撞，发出刺耳的嗡鸣声，连累台下观战的师弟师妹们都被撞击爆发的冲击力掀翻大片。季海棠的内力确实一日千里，若是换作10年前的我，还真不一定挡得住他这一招。只可惜他始终晚我10年。我朝他笑笑，陡然加大了力道。季海棠原本就吃力，这下更招架不住，脚下的板砖都快被踩碎了。场上局面逐渐变得明朗时，穆元的剑身突然出现了一道裂痕，他一惊，自作主张带着季海棠后撤。季海棠被吓了一跳，反应过来，立刻对着穆元怒吼道：“你撤什么？”穆元心有余悸地看着身上的蜘蛛裂纹：“你没看见吗？再撑下去，我的剑身会碎的。”季海棠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能被气笑。所以呢？那难道不是因为你自己太弱？决战当前居然会后撤，你也配得上神剑的名头？季海棠的声音很大，在场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穆元当然不会让他这样将自己的剑阁踩在地上侮辱，于是不甘示弱地反驳道：“我弱？我在秋白手中时是天下第一神剑，到了你手里却变得平庸无奇，难道你不该好好反思究竟是谁的问题吗？”两人就这么当着所有人的面吵了起来。我和风华也乐得看热闹，于是添了把柴火：“别吵了，你们俩都挺弱的，穆元就算不后撤，你刚才也必输无疑。”穆元的自尊心一点就炸，他立刻反驳：“胡说！我若是在一个有天赋的剑客手中，必然不止这样的实力。近年山下常有传闻，月剑女侠风采无双，剑法高超，我若是在她手上，必定光芒万丈。季海棠，你入了禁地修炼又如何？如今还不是打不过秋白？10年前我竟是瞎了眼，觉得你是个有潜力的剑客，什么掌门之女，不过如此。吃瓜吃到自己身上。”我和风华剑对视一眼，沉默中诞生同一句心声：“他傻 X 吧？我们没什么所谓。”这些话倒是句句戳中了季海棠的心。以往入禁地修炼的首席剑客只分3类：修炼大成飞升成仙的，沉默自杀寿命不长的，还有即使占尽了天时地利也修炼不出什么气候的平庸者。很显然，季海棠属于第3种。他沉默着低下头，周身的气场却变得诡异阴暗。随着他缓缓抬头的动作，我和风华才看清，他眼中竟是猩红一片。穆元，我是不是太纵着你了？你只不过是我的一把佩剑，有什么资格指摘我？他偏着头，凌空招来另一把剑，顿时地面震颤，山川变色。那是季敛川的佩剑，名为霸王，属相为土，刚好能克制风华剑。随着霸王剑入手，季海棠脸上多了几分得意。我负于禁地闭关，如今我借他的剑一用，与你再比一场。秋白，我要让你知道，我不过是被穆元那个废物所拖累，若论实力，我绝不逊色于你。穆元愣愣地看着季海棠召来别的剑。那我呢？他发问，蠢得惊人。或许是他们俩之间早就积怨已久。季海棠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穆元劈去。穆元剑反应还算快，立刻化剑抵挡。可刚才就出现了裂痕的剑身，怎么可能抵挡得住霸王剑的一击？不消片刻，他的剑身便从那裂缝开始碎裂。咔嗒咔嗒，随着一声脆响，穆元剑骤然爆开，碎成了好几块。剑魂浮现，竟是拦腰斩断的。他的眼睛圆睁着，满是不甘与愤怒。剑魂有怨不肯散去，还倔强地提着一口气，却也只能如丧家之犬般被人丢弃到一边。季海棠的动作让我也始料未及，但事情好像也终于变得好玩了起来。他手握霸王剑步步向我逼近，属相相克。秋白，你拿什么赢我？比谁剑多吗？那很好玩了。我笑着抬手大喝一声：“符红现！”带着火光的符红一出现，云雨消散，万里晴空。张扬肆意的剑意刺得人眼睛都险些睁不开。剑魂浮现，他有些嗔怒地向我抱怨：“让我等太久了啦！我看看对手是谁。”
季海棠瞬间愣住，他脚步一顿，几乎要怀疑人生。这不可能，你怎么会有2把剑？一个剑客能够承受住一把神剑的剑气就不错了，你为何会有2把？我撇嘴摊手，那说明规则对天才不适用喽。福红，助我！我没再啰嗦，提剑便向季海棠杀去。被我扰乱心神，他的招式开始变得混乱。霸王剑自重太沉，挥起来并不方便。季海棠的一招一式都十分吃力，咬着牙勉强维持。我戏耍般逗着他玩，决战的空隙甚至还能有时间关爱一下旁边只剩半截的木原剑。不巧，他在看见福红剑出鞘的那瞬间猜到了我的身份，最后那口气也被咽下了，从此彻底魂灭剑王，再无木原剑。原本在10年前就该出现的结果，今日终于得到了个圆满。我卸掉了季海棠手中的剑，福红剑刃直抵他的脖子，只要再近分毫，便要他性命。季海棠不敢再动，他僵着脖子，双眼因为憋泪而变得通红。为什么？我明明已经内力大增。为什么？胜负已定，金钟自鸣，山间荡起回响。这是圣剑宗的山体认可我首席身份的表示。我收回剑，看着和小时候的他相去甚远的季海棠，心里没有多少报仇的畅快，更多的倒是唏嘘。因为你剑心不稳，一个剑客佩剑和内力都只是空中楼阁，剑心才是最重要的地基。10年前你父亲赠我一言，如今我也回赠给你吧。季海棠，不是你的，强战也不属于你。他浑身脱力，直直跌坐在地上，双肩耸动，掩面大哭起来。我越过他，走下擂台。如今我有了首席的身份，便应该去禁地寻找所有秘密的答案了。就在后山的镇宗之阵中，无论飞禽走兽还是内外门弟子，但凡靠近便是死路一条。我深吸一口气，一脚踩进结界线，那封印对我没有丝毫的排斥，形同无物。我放下心来，大步向前，走入禁地不到片刻，季敛川便感受到气息从禁地深处赶来。看来季海棠说他爹在闭关是真的。见到我，季敛川眉毛皱得能夹死一只苍蝇。怎么是你？我女儿呢？他自然是以为季海棠有了内力加持，可以轻轻松松守擂，却没想到我会起死回生。我笑道，不明显吗？被我打败了，现在在哭，你出去轰轰。季敛川面目一沉，抬手便召回霸王剑，直指我，滚出去。我乐了，圣剑宗向来是首席可入禁地，你算什么东西，让我滚。你出走圣剑宗10年，早不该算是我圣剑宗弟子，有什么资格做首席？我指了指天，又指了指地，天地任，山也任，我便是如今的剑道第一，当之无愧的首席。你若是非要阻拦我，我不介意同时打败你们父女俩。季敛川冷哼一声，猖狂。那我今日就让这里成为你的葬身之地。风华，福红，双剑照来，算是我对季敛川为数不多的敬意。那霸王剑被他耍得虎虎生风，确实跟在季海棠手上不一样。我不敢轻敌，一招一式都往最极致的力道发挥，剑一扫得铺天盖地，狂风乱卷，尘土飞扬。季敛川身上有和季海棠相似的气息，但季敛川的更加深厚，想必跟这禁地有关，最好是速战速决。我咬牙拼出浑身解数，斩落霸王剑，3剑碰撞爆发出的巨大能量险些把我的手给震碎。季敛川也没好到哪去，哀嚎一声后不得不弃了霸王剑。他捂着不停发颤的手，倒退几步，恶狠狠地盯着我。在目光落到我手中的2把剑时，眼神突然变得惊惧。你的2把剑是？风华福红同时画出剑魂，看向季敛川的表情仿佛恨不得将他抽筋扒皮。是我们占了我们的东西这么久，该还回来了吧？占？难道这就是他们不愿意告诉我的秘密吗？我还没发问，季敛川扭头便想跑，我的手比脑子快，反应过来之前已经一掌将福红剑刺了过去。福红正中季敛川的大腿，彻彻底底捅穿。季敛川痛得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直接倒在了血泊之中。他捂着鼓鼓冒血的伤口，额头疯狂冒着冷汗，看向我们的眼神有恐惧也有恨意。想杀我？秋白，那你便是欺师灭祖之辈，人人得而诛之。你们两把破剑，也休想再拿回自己的东西。符红冷哼一声，十分嫌弃地擦掉剑身上的血。杀你？谁说要杀你？我要让你跟我们一样，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说罢，符红扭头看向我，你不是想知道我们的来历，还有深渊和禁地的秘密吗？跟我来。我们拖拽着季脸川，一路走到禁地深处。我惊讶地发现，这里的尽头竟然是群山最高峰的悬崖。从此处往远处看，不仅仅只有层层叠翠的山峦，还有一副巨大的绵延几十里的凤凰骸骨。骸骨深埋地底，但以圣剑宗心法观之，则清晰可见。我的呼吸停滞了一瞬，是窒息，还有来自骨血之中对于上古神兽的恐惧。我浑身僵在原地，无法动弹，眼中只剩下这副凤凰骸骨，直到符红的声音将我的意识拉了回来。他望着骸骨，缓缓道：“这是我和风华的真身。当年圣剑宗的开山掌门趁我们涅槃虚弱之时，用奸计将我们捕获，108颗剑钉将我们的骸骨钉在此处，为的是供圣剑宗的人源源不断吸收凤凰之力。等吸收完了，便等10年之后凤凰涅槃，也就是你们10年一度的首席比试。每一次涅槃新生，都是一次被敲骨吸髓的痛苦。而我和风华的灵魂，则被囚于2把神剑之中，封印坛底，永不见天日。圣剑宗的人靠着吸收我们的力量，还有骸骨所及之处百姓的气运，飞升了一个又一个。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不愿意告诉你真相。飞升的诱惑太大，我们怕你会选择站在圣剑宗那一边。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放心地将所有事情都告知于你，你是我们最信任的同伴了。我看着符红，久久说不出话。这一刻，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贺师姐会在走出禁地之时心如死灰。她一直奉为信仰的圣剑宗，居然是靠着吸收凤凰之力和百姓气运来供弟子飞升。这样的巨大冲击，连我都尚且心神震荡，更何况他。我咬着牙，再度用符红剑抵住了季脸川的咽喉。是你，是你们，是圣剑宗杀了贺师姐。季脸川，我定要你偿命。闻言，季脸川好似破罐破摔般笑起来，他状似癫狂。我杀了他，是贺昭雪那个蠢货自己抓不住飞升的机遇，他是剑心破碎自杀而亡，跟我有什么关系？走出禁地后，难道我有碰他一根手指头吗？见他还在狡辩，我冷笑一声，便也不打算隐瞒。是，你们是伪造了贺师姐自杀的假象，但他的剑心无人可撼动。你可知第一个用生命提醒我禁地有古怪的人是谁吗？是贺师姐。那一晚，贺师姐确实看着我一言不发，但她拼尽了一身的修为，用隔空传音在我识海中递了9个字：若我死，入禁地，救苍生。从禁地出来之后，贺师姐便被施了禁言咒，她无法说话，甚至连隔空传音都无比艰难。这是圣剑宗不希望秘密败露的惯用伎俩，之前也不是没有不愿同流合污的首席剑客，但无一例外，每个都被施了禁言咒。那些掌门便假装他们是承受不住禁地的磅礴灵力，剑心破碎，自杀而亡。师姐知道自己出来也难逃一死，便用自己的死来给我传递信号。当第2日师姐的尸体被发现时，这场除我以外无人知晓的以身入局便悄悄开始了。听我说完这些，季脸川更加疯魔了，他一个劲说着不可能，双目通红，如同地狱罗刹。这不可能，一个连飞升都放弃的蠢货，怎么可能从死开始布局？哈哈，但是就算他布局了，又能如何？你们知道了一切又如何？我已吸收了4轮凤凰之力，离飞升近在咫尺，我只要成仙了，你们能奈我何？风华一直一言不发，此时便站了出来，一语封喉：吸收了4轮都无法飞升，你还意识不到什么吗？
作为掌门，他比谁都更清楚飞升的规律。有天赋能飞升的，不过是借凤凰之力的一把东风，顷刻间便可完成羽化；而没有这种天赋的，例如季敛川本人，哪怕是吸收10轮20轮，也始终会差一口气。风华一语点醒，这一刻，怕是轮到季敛川的剑心破碎。他疯了似的笑着，不会的，我再吸收一些气运，一定可以的。我皱眉，回想起这附近百姓生活的不易与苦楚，难怪大家过得这么苦，原来是有人将气运都吸了个干净。季敛川，别挣扎了，把吸收的气运全都剥离出来，还给山下的百姓。听到这句话，好似踩了他的老鼠尾巴。不可能，他的声音都变得尖锐了，我不还。天下气运有定数，若是不把那些废物的气运拿走，我如何能得到飞升？成王败寇，我能拿到，那就是我的。我的，不知悔改。我怒喝一声，直接和风华、符红左右配合，将季敛川整个都吊了起来。既然他不愿意主动归还，那只能帮他一把，不过就是会有一点点痛罢了。我们将季敛川锁在阵法之中，这个阵法会一点点剥离他所吸纳的那些气运，再源源不断地传输给山下百姓们，直到季敛川的识海干涸，气运都还完为止。做完阵法，我抬头看向风华和符红，一句话没说，拿出冥器来自行解气。只消一瞬，两人眉心气纹闪烁，从此不再受我束缚。我们当初缔结契约的目的都不算单纯，我想借他们的力量夺得首席，进入禁地，而他们想靠我的心法走出深渊。但10年的时间，我们一起越过山，淌过河，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看过星河漫天。什么阴谋算计，早散在了某处的风中。我强装轻松，笑着道：你们陪了我10年，现在也该去找自己了。今天就是凤凰涅槃日，去吧，我想看看世界上最漂亮的鱼彩是什么样的。两人对视一眼，显然都有点不太想走。我只好一手一个推着他们走到悬崖边。快点吧，我的小凤凰，该轮到你们重生了。两人步调统一，双双回过头抱住我，漫长而沉重的一拥，再转身，义无反顾地飞向了自己的骸骨。凤凰神魂归位，那覆盖了重重山峦的骸骨发出惊人的光芒。一声响彻云霄的凤凰鸣啼，换来9天的彩霞，绵延几十里的骸骨成了满山开遍的红色花海。正值落日，凤凰如一瞬绚丽的霞光直冲天际，染得整片天空红如烈焰般耀眼。此地有封印阻拦，寻常人并不会知晓这是凤凰涅槃，但此时此刻，却有无数劳作者抬头望向天边那抹震撼人心的火烧云，发出由衷的赞叹：好美啊！很久之前，我是天赋第一的剑客；10年之前，我是第一个被佩剑所伤的剑客；如今，我成了第一个没有与任何神剑缔结剑气的首席剑客，好像还越混越惨了。不过没关系，我当上了圣剑宗的大长老。不，准确来说，已经不是圣剑宗了。我将圣剑宗的丑事昭告天下，不但带着百姓们将那些依赖凤凰之力和气运飞升的剑仙庙宇一一砸烂，还将宗门所有弟子都大清理了一遍。实力不过关的，还有仗势欺人被山下百姓指认出来的，统统哪来的送回哪去。而季海棠和他几个叔叔伯伯们，好像是下山开了剑铺，但生意不太好，连菜刀都很少卖出去一把。从此圣剑宗改名剑宗学堂，再无首席之战，也再无门第限制，只要身体素质不错的，都可以来这里学习剑术和心法。若是有学成之后为祸世间的，则会被我一剑清理。贺师姐说，她希望人间再无苦痛。我想，她的这个愿望我或许实现不了，但我能做到的是护佑一方。她被我奉为掌门，历届那些所谓剑心破碎、自杀身亡的首席们，则被我奉为各封长老。人虽亡，心却在，所有人都会知道他们的故事，自然也会有人继承他们的衣钵。
当剑宗学堂稳定一些之后，我便再次背上我的行囊下山。贺师姐爱管闲事，现在我也有点爱管了。行至山下，正在苦恼着究竟往南还是往北，背后突然出现2道剑魂，不再是从前黑黢黢的剑鞘，而是一身水蓝和一身火红。2个声音同时道：去南方，去北方。我笑着没有回头。那不如我们还是去东方吧。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个故事再见。